时隔多年，摩斯再次遇见自己前女友，竟然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而梅森同时也是麦考夫前未婚妻，三人坐在一起，气氛确实有点尴尬。摩斯询问麦考夫为什么请梅森回来，还没等麦考夫开口，梅森解释到，自从和罗伯特结婚后，发现丈夫很花心，于是自己看上了看守马厩的道尔顿，可是没想到男友道尔顿雇佣侦探跟拍自己丈夫，引来了罗伯特的官司，在跟丈夫和平离婚后，争取到一匹叫荧光的冠军种马所有权。可是就在前几天，道尔顿像往常一样给荧光做护理时，看见一个男人正闯进马厩，两人随即发生了肢体冲突，道尔顿不幸被开枪击中，当场饮恨西北。凶手在逃跑之时留下了一个包裹，警方在里面发现一支注射器，是用来刺杀荧光的。梅森希望摩斯帮助自己缉拿凶手，对于这种委托，摩斯不愿意接受。晚上，麦考夫再次来到摩斯家里，劝说摩斯接受委托任务，不要因为和自己关系不好牵扯到梅森。最终，摩斯接受了委托任务。马场保安给摩斯介绍了当时情况，道尔顿看到一个男人在马厩鬼鬼祟祟，凶手在开枪之后匆忙往山坡上的树林逃跑了，留下一个背包没有拿。等马厩主人追过去时，凶手已经消失踪影了。马厩离山坡只有90米远，凶手在这么短距离不可能消失。摩斯认为凶手可能没有逃跑，而是躲在树上观察。These trees are over 100 years old. There's no low-hanging branches, but this young oak would work. 摩斯将一些白色粉末倒在树枝上，随后将粉末均匀铺开，拿出一个紫外线灯光照在粉末上，不一会便发现了一串指纹，可是其中缺了一个指纹。摩斯认为凶手一定缺少了一根手指。摩斯将凶手作案工具拿回警局研究，在打开背包前顺便数落下麦考夫。Mycroft, if you'd like to be useful as something other than a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feel free to take notes. 背包中放着一些日常用品和一张当地城市的地图。摩斯拿起地图，透过余光看到地图上留有印痕，他用铅笔涂抹后发现是一串数字。此时贝尔拿着调查结果进来，这个指纹和13起案件都有关联，其中2次案件和2个帮派之间的冲突有关。当地警局认为2起案件都和一个外号叫机械师的凶手有关。华生询问有没有目击证人见过机械师，贝尔表示有一个市民见过，还留有调查录像。摩斯很想知道凶手为什么要刺杀梅森的马。麦考夫发消息过去，可以在梅森居住的酒店见面。Suite 2501。此时在酒店对面，一把枪正对着梅森房间。梅森接到摩斯打来电话，凶手想要刺杀你，赶紧躲起来。话还没有说完，梅森就遭到了袭击。好在梅森并没有大碍，但他表示不知道凶手为什么刺杀自己。贝尔表示道尔顿接触过帮派没有？梅森回答没有，但摩斯不相信他说的。梅森表示可以查自己的账本以证明清白。经过调查，摩斯发现一位叫华金的人在负责帮派运作，这个人非常神秘，很少露面，发部分时间都躲在幕后。摩斯还发现只有马里奥马场的马进行比赛，华金都会到场。这个马场幕后老板是华金，同时发现马场内所有马的名单和梅森为荧光寻找的种马里都有同一只马，而且很奇怪，华金还将生下的小马给卖了。随后摩斯来到小马被买走的马场，摩斯拿出荧光照片和小马进行对比，终于让他发现卖掉小马的原因。摩斯表示荧光的2眼中间有一处螺纹，华金的母马也有一样的螺纹，但是生下的小马却没有遗传到，给母马配种的是冒牌货。那真正的荧光去哪里了？梅森承认荧光不在了，于是找来荧光的兄弟进行冒充。华生好奇怎么躲过各种检查的，梅森表示种马的检查只在母马身上，之前还特意保留了荧光的毛发和血液备用。摩斯认为不光我们3人知道，华金也早就知道了，所以才选择报复你。随后摩斯反复观看唯一见过机械师的目击证人审查录像，感觉有点太刻意描述凶手了。当放慢速度看到喝水画面，发现男人正好缺了一根手指。 As is the man who murdered Dalton Ladd the other night. I don't think we're looking at the witness to a massacre. I think he's the perpetrator. That's El Mechanico. 摩斯将这个发现告诉了老麦，老麦难以置信，追查的机械师竟然会留下一份口供。华生认为机械师当时来不及逃走，于是谎称自己是目击者，骗过警方调查。可是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没办法抓捕。摩斯认为机械师上次没有刺杀成功，他还会继续进行，只要暗中监视梅森，就能掌握机械师动向。果然，机械师再次来到酒店对面的天台，埋伏在这里的贝尔成功抓住了机械师。Don't move. Hands behind your back. Get on the ground. 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吉斯拒绝承认是机械师。同时，贝尔带来一个不好消息：吉斯的指纹和凶杀案中指纹不吻合，没有足够证据的话，只能放了他。摩斯认为只有一种情况能够解释指纹前后不一致。现在首要任务是找出提供假指纹的人。摩斯调查到吉斯曾经在丹宁住过，在档案中记录着在一家酒吧抢劫案中，警局找到了同样的指纹，可当时酒店内所有的酒被偷了。华生认为吉斯这么有钱，偷这些便宜的酒
酒，像是为了掩盖什么事情。摩斯表示，抢劫案中吉斯一定是去销毁那些指纹的。摩斯找到当年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员了解情况，警员介绍一个叫杰德流浪汉偷了酒却消失不见了。摩斯认为一个爱喝酒的人偷了酒却不喝很奇怪。警员带着摩斯来到当年的事发地，摩斯发现眼前这棵树比其他长得都要茂盛。Something in the soils provided extra nutrients for this tree. You think something was decomposing down there? We're going to need the police, some men with shovels. But I think we might be standing on the grave of Straw Dog Jed. 事实正如摩斯猜想的那样，在树下面埋藏着杰德，其中找到吉斯的头发。最终，吉斯被逮捕了起来。事后，摩斯替梅森求情，让华金放过他，只不过需要赔偿被梅森欺骗过的那些人。